上回提到，在北魏灭了北凉之后，时代就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，而这个时期也是至东汉末年起始300年乱世的最后一段时期。北魏统一北方，而刘宋取代东晋统治南方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国力互有增减，而两方也都有吞并对方的野心。在这200年间，却没有任何一方完成最终大业，反倒是在内部产生分裂，各自发生改朝换代的情况。而最终结束这一乱世的，却是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。这些时代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而南北朝又是如何演变？隋文帝杨坚又是如何统一全国，开创接下来的隋唐盛世呢？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一时代的面纱，南北朝300年乱世的最终章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文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我们先从上帝视角来看南北朝的发展。南朝从刘裕篡东晋建立刘宋开始，接下来是南齐、南梁和南陈。北朝从北魏灭北凉开始，而后北魏分裂成东魏、西魏，东魏被北齐所篡，而西魏被北周所篡。最终杨坚篡北周，再灭南陈，建立隋朝，终结南北朝时期。接下来我们把视角再转到南朝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4朝，除南陈外，共出现3次治世。南朝刘宋。在介绍东晋时，我们最后提到刘裕废了晋恭帝，建立了宋朝，史称刘宋。时代正式进入了南朝，刘裕即位为宋武帝。宋武帝本身出身军旅，崇尚节俭，登临帝位后依旧以此风格治理国家，所以一开始刘宋在政治上是亲民的。而在统治上，刘裕因为看多了氏族专权带来的祸害，他特意开始提拔寒门，在朝政上重用寒门，而将军权重任交给宗室皇族。但由于刘裕不太重视皇室教育，导致他的继位者宋少帝完全不行。这位宋少帝行为不当，嬉戏失德，最终被顾命大臣废黜，改立宜都王刘义隆即位为宋文帝，才将宋少帝时期造成的政局不稳挽救回来，甚至开创了南朝时期第一个治世元嘉之治。虽然宋文帝在治国上开创了治世，但在用武上却完全不行。他发动多起北伐战役，但因宋文帝指挥不当，再加上军力不足，北伐战役反倒造成国力大减。而宋文帝后来更因猜忌北伐名将谭道济，并将其铲除，导致刘宋不再拥有可以北伐的强将。而在北魏解除楼兰国的威胁后开始南攻，刘宋更是无力抵抗。除了军事上的失败，前面提到宋武帝将军权交给宗室皇族，导致地方宗室随时可能发动政变推翻中央的风险。这样的风险在宋文帝被太子杀死后就爆发了，皇族宗室的骨肉相残成了刘宋灭亡的主要导火线。在太子杀死宋文帝时，另一皇子趁机夺位，即位为宋孝武帝。从宋孝武帝开始，刘宋不断发生大杀宗室的惨祸，造成皇族几乎灭族。这样的祸事直到将军萧道成平息内乱后才稍事歇息。但刘宋的实质主政者已变为掌握军政大权的萧道成。最后萧道成在铲除政敌后，逼迫宋顺帝禅位给他，刘宋自此灭亡。萧道成建国齐，史称南齐，即位为齐高帝。刘宋建国于公元420年，灭于公元479年，为期59年。南朝齐。齐高帝萧道成出生于次等氏族，地位不高，因此即位后他自称为布衣戍族。他也像宋武帝刘裕一样崇尚节俭，在位4年后过世，传位给太子萧泽，即位为齐武帝。齐武帝政治亲民，在位期间没有与北魏发生任何战事，国内得以安稳发展，因此开创了南朝第2个治世永明之治。在往下谈时，必须提到一个从刘宋时期开始的政策——减籍。减籍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清减氏族的户籍，来确保税收的稳定。这个政策有什么影响呢？这就要说到氏族户籍的特权是什么。拥有氏族户籍，在税收上就有特别优惠，因此许多人会通过贿赂官员来取得户籍，而这件事就导致政府税收降低，收入不足。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减籍政策呢？减籍政策原意是为了确保税收稳定，但后来却被皇帝过度使用，成了监督官员、诸王的工具。齐武帝时期就曾因为过度使用减籍而造成暴乱，而这样的操作到了齐明帝萧鸾时更是达到极致。齐明帝萧鸾是谁呢？他原是南齐第3任皇帝萧昭业的辅政大臣，但萧昭业不务正业，整日奢侈荒弃，最后被萧鸾等一干辅政大臣废黜，改立其弟继位。但由于萧昭业长期不理政事，导致许多大臣纷纷投靠辅政大臣萧鸾，
握有大权的萧鸾不久后就废了原本的皇帝，自立为齐明帝。齐明帝上位后，就利用剪辑进行恐怖统治，大杀宗室诸王，把前几任皇帝的子孙几乎屠尽。齐明帝死后，由他的儿子萧宝卷继位。萧宝卷性格狠辣残忍，昏庸荒淫，他杀死了顾命大臣，引起各地方阵叛乱，最后由尚书令萧绎平定乱世，但平乱有功的萧绎却被这个皇帝给杀了。这是激怒了萧绎的弟弟萧衍，愤而起兵废了萧宝卷，并在江陵改立其地为齐和帝。而后在迎齐和帝回建康继位前，萧衍篡位，改国号梁，史称南梁，即位为梁武帝，南齐王。南齐建于公元479年，亡于公元502年，存活23年。南朝梁，梁武帝萧衍出自兰陵萧氏的旁支，为人也是节俭，并且勤政爱民，沿此开创了南朝的第3个治世天监之治。南梁在梁武帝治下，国力甚至胜过北魏。可惜的是，梁武帝晚年迷信佛教，甚至让僧侣道士不用纳税，导致国内一半的户口都登记在寺庙，国家财政收入大受影响。梁武帝最终晚景凄凉，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。侯景之乱对南梁影响甚大，但侯景之乱是因何发生呢？这事也是因梁武帝而起。梁武帝在军事上喜欢使用降将，在北方的东西魏时期，原是东魏武将的侯景，在东西魏的逼迫下投奔南梁，梁武帝就派他带兵攻打东魏，但结果南梁战败。梁武帝就想把侯景送给东魏谈和，但这事被侯景得知，侯景一怒之下就带兵攻破建康，梁武帝逃亡。从侯景之乱后，南梁国内大乱，各方势力到处立山头，各自拥立自己的皇帝，彼此攻伐，最后由番禺郡太守陈霸先取得最终胜利。陈霸先拥立梁敬帝，但最后在他取得南梁大权后，也篡位建国陈，史称南陈，即位为陈武帝，南梁王。南梁建于公元502年，亡于公元557年，共55年。南朝陈，由于侯景之乱的关系，各方势力未打败对手，甚至引进北朝势力，这就等于引狼入室。这样的做法导致南陈立国后，国土只剩下南梁时期的一半不到。南陈建立之初就处于被包围的危机中，直到陈武帝的侄子陈倩继位成文帝，并在几场战役中抵挡住其他国家的攻击后，才使国家稳定下来，并渐渐复苏。陈文帝死后由其子继位，但不久就被其叔叔陈顼叛逆而废掉。陈顼自立为帝，称陈宣帝。陈宣帝在位期间，北周发动灭北齐之战，并邀南陈一起。此时南陈原有机会击败北齐，收复北方国土，但陈宣帝只想守着自己的一亩3分地，错失了这个好机会。而在北周灭了北齐之后，忽然转而南攻南陈，南陈差点就被灭了，但北周武帝突然过世，使得南陈还能苟活几年，直到公元588年，隋文帝杨坚发动隋灭陈之战，南陈灭亡。南陈建于公元557年，亡于公元589年，共存活32年。南朝至此结束，我们把焦点放回北朝。北魏，在五胡16国时，我们谈到北魏前身是代国，但被前秦所灭，在前秦败在淝水之战后，重新建国魏。北魏在道武帝拓跋圭于公元386年建国，经明元帝拓跋嗣大力经营，国力大增。最后到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，时代就进入了北朝。北魏在统一北方后，整体国力一直都强于南朝，直到后期内乱导致国力衰微，才被南梁超越。此外，北魏的北方还有一个颇具威胁的国家楼兰，这使得北魏虽然军力大胜南朝，但一直没有办法全力南攻，这使南朝得以喘息并发展，最终形成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。时间来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，他极度倾慕汉文化，甚至将国都迁到洛阳，并在全国积极推广汉化运动。但由于孝文帝推广汉文化的手段过于激进，导致国家内部开始分裂，形成鲜卑化和汉化2个集团，为日后国家败亡种下隐患。孝文帝死后由宣武帝继位，但因他沉迷佛教，导致国政大乱，国力开始下滑。到了孝明帝时期，北方发生了六镇之乱，继而将北魏引上灭亡之路。六镇之乱是什么？六镇是指镇守北魏北边边境的6个军事重镇，主要是防守楼兰国。因为这6镇的重要地位，出任这6镇的将领都会是鲜卑族的贵族，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因这6镇的关系格外备受尊崇。但这样的尊崇却被孝文帝破坏了。前面提到孝文帝极度推崇汉文化，在国内大力推行汉化运动，这是与六镇之乱有何关系呢？因为6镇的历代将领都是最具鲜卑族剽悍性格的贵族，
但由于汉化运动，国人开始推崇汉文化，鲜卑族原本的文化开始没落，这也造成原先备受尊崇的六镇地位开始下滑，甚至到后来竟成了备受歧视的存在。到了孝明帝时期，由于六镇边境及楼兰多年的饥荒，楼兰在向北魏求援无果后，开始派兵劫掠六镇百姓。百姓因缺粮而向六镇将领求援，但被拒绝，愤而杀掉守将。此事引起朝廷重视，决定派兵镇压。长期的歧视及饥荒未被救赎的积怨累积下，再加上中央的派兵镇压，六镇纷纷起兵暴动。此乱花了3年时间才平定，但却造成北魏国内开始出现军阀割据，而这些军阀就成了北魏灭亡的主因。从孝明帝之后的北魏皇帝，为了政治斗争，纷纷拉拢各军阀彼此对抗，最终军阀取得优势地位，逐渐掌握朝政。其中最大的有2家，一是鲜卑宇文部的宇文泰，一为胡化汉人的高欢。这样的局面持续到公元534年，宇文泰和高欢分别拥立自己的皇帝，北魏终被分裂成东魏和西魏，北魏亡。从公元386年到公元534年，北魏存活了148年。东魏、西魏到北齐、北周。北魏分裂后，东魏继承了大部分北魏的遗产，国力较西魏强盛，但西魏靠着天险及宇文泰优秀的军事领导力，多次击败东魏来犯，使西魏顺利存活下来，最后终于形成了东西魏对峙的局面。高欢多次发兵攻打西魏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到了公元546年，高欢再次率大军西征，仍是失败告终。隔年，高欢病死。高欢死后，由长子高澄继续掌权，但高澄凶暴残忍，最终被家奴刺杀而亡。高澄死后，由其弟高阳继续掌权。在公元550年，高阳废了东魏皇帝，并屠杀东魏皇室，自立为帝，建国北齐，史称北齐文宣帝，东魏王。东魏从公元534年到公元550年，共存活16年。西魏在宇文泰的经营下，国力日渐壮大，并在南梁发生侯景之乱时，南下夺得蜀地和江陵。宇文泰死后，由其侄宇文护掌权。宇文护在公元557年废了西魏皇帝，立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为北周孝敏帝，西魏王。西魏从公元535年至公元557年，共存活22年。北齐在文宣帝高阳初期积极治理下，国力比北周、南陈都强。但在后期，文宣帝开始变得荒淫残暴，甚至为了鲜卑贵族的利益，大杀汉人士族。人民在文宣帝的高压恐怖统治下，国力快速下滑。虽然在北齐孝昭帝的努力下，国力有稍微恢复，但后续继位的皇帝们个个昏庸好色，最终北齐在公元577年被北周灭亡。从公元550年到公元577年，共计存活27年。北周一统华北。北周在宇文护的操作下建立，但宇文护一直没有称帝。从北周首任皇帝孝明帝到接下来的北周明帝，一直到北周武帝初期，皆是由宇文护在背后操持整个国家。孝明帝宇文觉不想被宇文护当作傀儡，联合大臣想铲除宇文护，但被宇文护发现而反杀。接任的明帝宇文毓是位有能力且治国有方的明君，宇文护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威胁，因此下药毒死了他。最后被宇文护安排上位的武帝宇文邕，在继位之初决定隐忍，花了12年时间，终于杀死宇文护。亲政后的北周武帝励精图治，北周国力更加强盛。在公元577年发兵灭北齐，终于统一华北。统一华北的北周武帝想立即南攻南陈，但可惜的是，发兵当年北周武帝就去世了，这让南陈勉强多活了几年。随着建立与一统天下，北周武帝死后，其子宇文赟继位为北周宣帝，但不同前几任北周皇帝，宇文赟行事荒唐，迷信佛道，夺人妻子，并大杀宗室功臣。由于北周宣帝种种荒诞的行径，让身为岳父的杨坚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北周宣帝在位1年后，就把皇位让给儿子宇文产，自己则躲到幕后操纵朝政。宇文产即位为北周晋帝，这时杨坚已实际掌握北周朝政。宣帝让位不久后就去世了，大权更是旁落杨坚手中。在公元581年，杨坚篡位建国隋，即位为隋文帝，北周王。从公元557年到公元581年，历时共24年。在杨坚整顿好国家后，于公元588年发动隋灭陈之战，将南陈消灭，致使中国一统。南陈从公元557年至公元589年存活共32年。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，直到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，这段漫长的乱世终于结束。中间经历了三国、两晋、五胡16国，直到南北朝。
中国的民族组成与文化内涵已大大不同了。过去的汉还可以以血统来区分，到了现在的汉，因为融合了许多不同民族，成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文化。中华文化更是成为了中原掌权者证明自己正统地位的唯一依据。凡是认同中华文化者，皆是中国人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